们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非常激烈，大家看得非常的紧张。而最新的状况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军队已经扩大了地面的行动，占据加萨北部多个阵地。看到士兵呢竖起了以色列的国旗哦。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这是401旅52营的士兵在沿着海滩的加萨心脏地带升起以色列的国旗，这是2005年以后以色列撤出加萨之后的第一次的画面出现。CNN 的报道是说，以色列的军人已经越界推进3公里了，而包括以巴战争还在持续。最倒霉、最惨的还是这个加萨的这些平民老百姓哦，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要求撤离加萨地区的这些医院，他说你赶快把你的病人带走吧，撤离吧，我们要轰炸这个地区了。红新月会就说啊，你这样子是形同杀死加护病房里头的病人，他们根本无法移动哦。我们来看看红新月哦，就像红十字会那样子的一个 NGO 的组织，他说你以色列要求我撤离医院以及病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疏散圣城医院，这里有400多名病人，你疏散就代表杀死他们，他们就活活的就死掉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拒绝疏散命令的原因。可是你不疏散，以色列很可能要轰炸这个地区，走还是不走，都在等死吗？你看到画面，这些小朋友躺在医院的地板上，连病床都没有。加萨的卫生部说，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好，那其中将近一半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以色列只允许少量的援助进入，当地缺粮、缺水、缺电，什么都缺。那你也许会问了，联合国在干嘛？有没有人进行人道援助呢？有，可是进不去哦。加萨数千人，他们干嘛？他们闯救济仓库，抢面粉等物资。你看到的，这是 UN 这个联合国的标志，他们进去抢，因为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合理分配了那些比较这个有能力或是比较青壮年，他就去抢这些面粉哦。当地已经变成人间炼狱了。而国际刑事法庭就说，你以色列啊，如果你延宕救援的物资进入，你会犯法哦，犯国际法哦。可是以色列可能也没有在理他们，因为他也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组织的一员。另外，我们看到各国，那当然谴责暴力，谴责恐怖组织，谴责屠杀平民。要求立即停火，做一个所谓的人道停火。可是看看欧盟的做法看起来是进退失据。欧盟花了5个小时纠结什么？纠结你这个声明里头人道停火的 process， 这个单数还是复数纠结5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包括像是这个奥地利还有一些国家，他们担心什么呢？担心你那个 pause 如果是单数的话，你意思就是你暂停一次，要以色列别再反击。所以他坚持要 pauses， 就是你可能暂停一下以色列又进攻，暂停一下又进攻反而让以国发动恐怖攻击，对以国发动恐怖攻击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得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伪善以及进退失据在国际组织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很多人很多平民在各大都市发起所谓的集会游行，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人。看起来中东大战，很多人担心会一触即发，包括埃尔多安，他是土耳其的总统，他说我们可能会突然敲响你的门，在任何一个晚上出人意料的到来。他在暗示将出手干预吗？而伊朗他们举行更大规模的战争演习，你看他在测试什么呢？新炸弹，还有模拟这个击落直升机的这样的演习，所以看起来伊朗也蠢蠢欲动。伊朗甚至说，你以色列还持续轰炸加萨的话，恐怕会迫使所有的人行动你是逼着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另外，我们看到中东的战火蔓延，美军在中东有很多的军事基地，最近被很多民兵来偷袭，甚至轰炸那当然，美军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伊朗、在叙利亚都进行空袭那民兵又回来偷袭他们，所以你看到在24小时之内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4个基地都被民兵给偷袭了，美军就把这个责任归咎在伊朗的身上。科比说了，美国不会忽视伊朗革命卫队的罪行，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苏利文也讲到很
这个很过分的话，他说如果遇袭的话，美军将会做出回应，并且警告了伊朗。所以加萨的冲突会不会扩大哦？很多人都担心。所以现在传出沙烏地阿拉伯的国防部部长也将去访问白宫，可能要跟苏利文、奥斯汀还有布林肯见面，希望能够让这个战火赶紧的让它停战。另外，我们看到美国通过了援助以色列的法案优先通过。这个过去我们讲到以色列跟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法案会捆绑在一起通过，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被分开了，而且美国国会先通过援助以色列的法案那乌克兰的先搁置，或者是以后再说。所以泽伦斯基恐怕要哭了。为什么拜登要这么挺以色列？有人就归纳出来了，因为拜登他担任参议员36年，是美国史上收受意识形态上亲以色列团体捐款最多的人。他总共收到1.37亿元的台币，来自于这些团体。而他的独生女嫁的人，还有包括他的大媳妇，以及他的这个杭特的媳妇梅丽莎，通通都是犹太人。换句话说，他周围都是犹太人，所以他这么挺以色列是这样子吗？来，请教亮哥。他老婆也是啊，他老婆也是犹太人。对 ，OK，其实川普也是啦，川普女婿 Kushner 也是啊，那他那个美丽的女儿还特别改皈依到犹太教，而且 Kushner 他们家族也在以色列跟沙地阿拉伯做了很大的生意所以你这个对拜登不要太歧视他啦，事实上都这样啦。美国政界都很多都这样啦。是。那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Schumer， 那是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啊。犹太人真的很优秀啦。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指望就是指望美国的犹太裔开始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知啦。就是纳坦雅胡这样干，对以色列是不利的。对全世界的犹太人也不利了。就犹太人本来也有支持两国方案的比如说以色列有一个非常大的公益团体叫 Peace Now， 那个就是主张两国方案的，他就是左翼嘛。事实上，纳坦雅胡他的联合内阁只有多4席，所以他的那个脆弱多数是非常脆弱的，而且里面有一个屯垦区选出来的政党，那更可怕。他现在负责国安会，那个比纳坦雅胡还要右所以我是认为这件事是这样啦，就是说你现在整个时间对你越来越不利嘛，国际的谴责啦、外交啦等等，那甚至你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许民兵会先对你做攻击啦，那可是整体的国际声望你就是一路下降联合国大会121个国家都对你表达反对了那你叫美国帮你硬撑吧。我认为加萨他只要真的打进 Gaza City， 他现在还没有打到那边，他在北部，他在外围那外围没多少人你只要打到 Gaza City， 我跟你讲，那个死亡就会迅速上升，到时候国际社会怎么能够容忍而且他还要用极端手段，他可能会断网，让讯息传不出来，等于就是要做新闻管制了。那国际社会岂不是更认定你就是这样？而且你刚刚讲到那个加萨医院为什么以色列坚持要炸，你知道吗？他觉得里头有哈马斯，他认为正下方就是哈马斯的决策会议办公室。那事实上，哈马斯真的很多地方就是这样盖的。他就直接盖在医院的下面，或者盖在清真寺的下面这个市场很多地方都这样因为他在躲你嘛。结果你就要去炸那种地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大概已经炸了20几家医院了，所以你才会造成死伤无数嘛，而且很多都是儿童，有一半是儿童，3500名儿童。目前死亡已经超过8000了啦。小朋友是3500。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不可能容许了。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苏利文还特别警告以色列说，你要区分平民跟哈马斯嘛，他不可能做到的啦，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就牵涉到底残留在北加萨的人还有多少，这个没有个数字有人说10万，有人说30万，坦白讲，如果是10万，你也很麻烦
比如说10万，很可能就是真的是行动不便，或者是妇女，或者是儿童，或者是老人嘛，那你到时候真的要强攻 Gaza City 的时候，一定死伤一片嘛，对，一定这样的，因为伊拉克已经试过了，伊拉克那个打摩苏尔的时候也死一堆平民啊，所以这里啊，我觉得苏利文在跟以色列说，我警告你，你要区分平民跟哈马斯，这个就是在为美国后续铺路了。做不到啊，不，他做不到，所以到时候美国就要表达他的新的一个态度了。可是这个不会那么快出现，大概是这样。他先设一个这样的前提，然后你做不到，我再出手。哎，对，诸如此类。好，来请教奎博老师。我们看到中东的一些大国，像土耳其、伊朗，好像这个磨刀霍霍，想要出兵帮助巴勒斯坦。我们如果看到过去的历史，像在1950年、40年代末期，以色列他就先不管联合国的决议，先把以色列现在领土先占领下来的时候，中东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为什么出兵？当然，一方面是帮助这个阿拉伯兄弟，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们也是害怕，万一巴勒斯坦的人他们真的没地方住了，流离失所，然后到处流亡，那这些周边国家一定受到影响。所以当时他们出兵有多重的原因啦，当然宗教这些就更不用提了。不过这一次呢，这个土耳其跟伊朗到底会不会出兵？因为他们两边都是中东的这个武装大国，特别是伊朗跟以色列关系非常的不好。像我有个朋友，他之前要去以色列，但是2个月前他的护照正好盖了一个伊朗的入境章，他就知道他进不去了。果然，因为以色列当时一看到这个有盖伊朗的章，他管你是不是华人什么的，不要进来，他就怕后面有些问题，所以双方防得那么紧啊，所以以色列对伊朗当然提防得很凶。可是土耳其呢？土耳其其实它是在以色列独立建国没多久之后，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这个所谓的穆斯林国家，所以土耳其跟以色列关系其实简单讲起起伏伏啦，起起伏伏。特别是像以色列后来因为川普政府说，来耶路撒冷，我承认是你以色列的首都，土耳其非常的不高兴。然后再加上呢，后来这个耶路撒冷，对巴勒斯坦这边受到以色列进一步的攻击，土耳其他甚至说你这个是种族灭绝，所以以色列跟土耳其在2018年关系整个撕裂，然后互相召回大使，拖了4年之后，关系才解冻，也就是2022年，也就不过1年前。然后现在因为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的问题，双方又开始闹翻了。所以土耳其跟以色列关系确实没有很好。但是你要说土耳其会攻击以色列，那我觉得或许这土耳其作为目前北约的一员，应该不会做这样子莽撞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土耳其跟伊朗会不会他们这个虚张声势，让美国这个腹背受敌，而且以色列它可能会对巴勒斯坦的进一步的攻击有所忌惮。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的。那最后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在美国现在是想要去让以色列不要那么的积极或侵略性的去处理巴勒斯坦，特别是这个加萨走廊的问题。可是美国它的基地不断的被这些伊斯兰的革命卫队攻击等等的，说不定美国因此最后会变这公亲变事主他必须要还击因为美国人不能让人家随便打他海外基地1次、2次、3次的，所以美国现在公亲，但是会不会以后变事主，整个迁入到中东的部分的冲突，我觉得这个机会反而是有的。是看起来这个卷进去的这个机会很大耶。来请教彬哥。现在就是哈马斯的计谋已经得逞，那接下来就看以色列的计谋会不会得逞。也就是像刚奎博老师讲的，如果这一些好战的武装分子持续去袭击美军基地的话，到最后美国就会被迫参战，那以色列的目的就达到，那哈马斯的目的现在已经达到，对巴勒斯坦这边是死了很多人，这本来就是哈马斯原来要的东西，他就是希望造成这样的一个国际观感。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光记者就死了24个人。对。我看到是29个。对啊，就每天都在增加。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觉得国际能够做事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嘛。
这些画面已经传到全世界都看到了嘛。所以战争拖得越久，对以色列其实是越不利，你的国际观感越来越差。我是要提醒纳坦雅胡不要忘记了，其实当年希特勒那样对待犹太人，当然是非常糟糕的一件、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可是其实希特勒那样执行是有个大环境，当时其实整个欧洲普遍都歧视犹太人，其实都讨厌犹太人，大部分的国家都不喜欢犹太人。那二战之后，因为很多国家都觉得对以色列有所亏欠，对犹太人有所亏欠，所以呢，对犹太人做了某一些事情，大部分的国家就能够算就算，甚至都不管就尽量能够支持以色列就支持以色列。可是如果你做了过了头，现在死的一半以上都是老人小孩，那这种惨状在全世界不断的流传的时候，尤其现在这种网络世界，你觉得以色列未来给人家的观感是什么？我真的觉得以色列人自己要去考虑清楚，你们现在做反应的越激烈，其实不仅没有办法解决哈马斯，反而是让整个情况对你们越来越不利。那美国至于我觉得孙立文讲那个根本就是插话，讲实在话，你叫他说你要去分辨哈马斯跟平民，你美国分给我看，怎么分？我都不知道怎么分，以色列怎么可能分？所以以色列他根本也没在分，他反正就是我认为那个地方有哈马斯我就炸，我管他是什么地方。现在就变成这样。那以色列不要以为说他现在虽然地面攻击看起来没有很积极在行动，他一直在试探，可是他不要忘记了那边是断水、断电、缺粮、缺药的地方哦。你再这样拖2个礼拜下去，那里头会死多少人？那接下来绝对不是几千，那是成万的死哦。那样子全世界还受得了吗？我真的提醒以色列要注意。是我们来看看布林肯啊，现在呢，包括呢，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好像看起来要解冻了，可是美国的企业怎么看呢？美国的企业他们心知肚明，他很难完完全全脱离中国，所以呢，他们出现了一种方法叫做中国加1，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看啊，美国商界说了，跟中国大陆脱钩太难，我改采中国加1，而且它的底线画在哪里呢？如果两岸开打，那就完了哦。所谓中国加1的策略是说，它在中国大陆还是继续有一些合作跟生产，可是会做一个备胎，包括在印尼、越南、墨西哥，可能把一些产能转到第2个国家哦，分散风险的意思啦。可是现在有一个现象，美国加州的州长纽森这位仁兄访问中国大陆，而且备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包括你看到习近平也跟他见了面，他跑去上海，还去看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并且呢大大的赞美说这个模式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哦。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人纽森他是拜登的接班人吗？在2024这一局他没有参加民主党的初选，可是外界点名可能2028年他是热门人选，而且还跟习近平见面，这也很奇怪，他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州的州长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那另外你看到他的这个德桑提斯他重炮轰击纽森，因为某种程度他也是他的潜在对手德桑提斯大家知道他是佛州的州长，他就骂纽森说，你跟习近平就像豆荚里的2颗豌豆，什么意思啊？双胞胎嘛2个人已经在做互相的攻击了。可是我们必须知道，美国在反中的大氛围下真的是处处是红线，包括你看到这一名脱口秀的主持人，本来他有一个叫做这个中国主题就是什么，他的这个脱口秀的节目叫做乔恩史都华到底有什么问题？那他已经推出好几季了，也很受欢迎。可是在这个 Apple TV 上面，本来他要谈中国，结果好像遭到苹果的干预，这个热门的脱口秀节目就被终止了那也有人说，可能是苹果它有1/5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它不能失去中国市场，所以勒令它的节目被停播。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王毅跟这个拜登见了面看起来形势大好，可是眼尖的网友或是媒体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一次拜登见王毅是采取这样子的形式。拜登坐在这里，王毅坐在那儿这是中国大陆的代表团，这是美国这边的代表团，看起来好像是上司跟属下会面的这样的情景于是媒体就说有可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什么？因为上一次布林肯
到北京去见这个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也是这样子接待他的哦，所以就有人说，这个所谓的美中峰会恐怕还会有变数，因为两国还在较劲。包括你看到的王毅说了，王毅说习拜会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说，这一次王毅虽然成功的访美，可是因为事前好几次他都拒绝美方的邀约所以你说拜习会会不会顺利100%确定，现在还在未定之天。而另外呢，包括美国很希望跟中国大陆在军事上面的交流，可以再次把这个断了的线给连接上去那北京留一手，到现在没有宣布新的国防部长的人选，美方也蛮着急的。在香山论坛此刻正在北京，他们聚焦的是中美关系。我们看到大陆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讲了一句话，来听听看。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好，我们看到这是张又侠他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上面讲的话，那当然非常强硬我们看到，包括这一次美国也有代表团来出席这个论坛，我们台湾的记者也去问他关于美中或者是两岸的冲突的这个相关问题，可是这一位女士她说我不接受采访，所以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很吊诡的情绪在发酵中。来请教亮哥。这个美国企业界采取中国加一中国大陆的企业也一样采取中国加一因为最近有人去做一个研究结果发现美国不是在搞非中国的有岸外包吗？结果发现他所设定的那些对象包括越南、泰国、墨西哥，那中国的投资都是第一名所以中国事实上已经在泰国、在越南、在墨西哥，因为要因应中美贸易战，他就跑到美国没有制裁的地方去做生产所以这个就是你有对策，你有这个政策，人家就有对策了。就搞了半天，中国大陆现在它还是跟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3800多亿这个2022年的资料所以事实上，美国的贸易战事实上并没有成功这个可是美国就是转不回来了，这个很麻烦这个要看未来啦。不过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王毅去美国事实上，我觉得双方都没有把具体的可以处理的问题做立即的表述了比如说这个美国也没有承诺会对香港特首李家超邀请参加 IPEC， 没有，他没有讲那美国事实上有当面那请王毅协助，就是伊朗让他不要介入以巴战争王毅没有回应然后针对美国希望这个中美的国防高层可以恢复沟通，王毅也没有回应所以也怪不得啦，就是后续王毅讲的那句话嘛，他说面向旧金山就是 IPEC。那不是一马平川也不能只靠自动驾驶那这个就意味着未来就是基本上他觉得美国的重大问题的回应并不够具体嘛那比如说他就一直强调要反台独不支持台独那美国也没有讲出具体怎么做那李家超有没有邀请也没有所以相应上，中国大陆对于是否协调伊朗不要介入，对军方这个沟通管道是不是要恢复，都没有回答，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要继续看后面的发展因为我认为只是表达一种原则性的，说我们应该合作啦、沟通这样的意味而已啦，就好比朱立伦跟柯文哲今天的调子这样啦。可是根本没有提到最核心的侯友宜跟柯文哲的总统产生方式是同样的拜习会会不会见恐怕也都在这个有变数。来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来看看中美关系现在进行到哪里呢？加州州长一个州长就获得了习近平的接见，很多人都说，内情不单纯。来请教老师。对，因为 Newsom 就纽森啊，他其实历史的意义在于说，他是新冠疫情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州长。其实好几个州长已经到过台湾了，但是他是美国这么多州长里面第一个去中国大陆在疫后访问的。当然，中国大陆必须要做好这一次宣传的机会，特别他是加州的州长哦。Newsom 没有到台湾来哦，他选择加州跟纽约州、德州这些，等于就是美国最大的地方诸侯啦，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洞见观瞻是一定的，更不用讲说 Newsom 呢，他的家族并不是那种很显赫的政治世家，但是背景都不错，什么法官呢、医生呢，再加上呢他们之间的一些婚姻的关系，然后交友的关系，所以他也是跟这个大的政治家族有这些关系的牵连。那我们必须要看到，他呢为什么还受到北京的重视？因为确实像很多媒体讲的 ，Newsom 从他踏入政坛开始，大概到加州的副州长的，他从旧金山市市长，然后到副州长等等，大家已经逐渐觉得，这个年轻的帅哥好像蛮有机会去代表民主党选总统，因为长得帅，然后呢会行销，再加上他又是加州出身，加州民主党大本营嘛，所以他一直被人家这个投下这个政治的赌注，觉得说他有希望代表。那他自己呢，其实也没有让这个传闻停过。唯一大概最近比较明显是他说，2024我支持拜登，你们不要再讲了。但他没有说以后啊，2024支持拜登。那万一啦，拜登2024因为什么原因不选了，那他是不是可以马上接上来呢？从他现在政治动能来讲，民主党里面要像他这么有光环的确实不多。好，然后 Newsom 他这次去中国大陆，北上广深都去了，然后还去了香港跟苏州，签了一大堆的这些合作的协定，看了一大堆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代表的是中国大陆对于民主党下一任可能总统候选人的投资。那他自己也知道他有这个地位，而且他也知道中国大陆想要听什么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两方相互的利用或者相互的交流之下呢，我觉得纽森他主政下的加州跟中国大陆不只是在一些气候变迁甚至反毒品上面会有更多的合作，还有包括因为加州的经济体在全世界可以排名前面的一个加州就可以了，所以包括经贸的合作等等，我觉得只要在不违反拜登政府这些高科技的禁令之下，经贸关系还会继续的强化。所以我觉得这个纽森不只是中共要注意，其实包括台湾这边也要注意啊。台湾要特别注意啊，可能是美国未来政坛上面的明日之星啊。来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彬哥。我觉得纽森这次去秀也是做得很足啦。你看，除了中国大陆特意也媒体啊、专访啊，或是拍一些画面之外，他自己也很懂得适时去讲出一些金句，对不对？比如说上次就说哇，你这个车这么棒，我要2台。这一次就说你那个我要换电池，我直接在那边电池带走。那这个都是故意有点在就捧对方。那当然就营造一种对双方彼此融洽的氛围，对他未来加州，比如说希望中国这边能够有哪一些合作或是协助，对他比较好。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纽森的政治手腕是蛮厉害。可是他也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在加州去搞那些政策，搞到变成零元购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未来变数恐怕也是蛮大的，因为他好像也是蛮独断独行的这样的人哦。所以这个人恐怕还是需要观察。那当然我觉得刚刚的建议很好，就是我们既然这么喜欢争取美国的政治人物哈，对他应该也要特别注意啊，因为他也是未来之星。只是拜托我们的政府不要每一次事情还没看清楚就选边站，然后去抱大腿，每一次押宝押错，这样也不是很好。那至于说拜登有没有故意给王毅？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蓝白和蓝白的政党协商，今天早上登场了。朱立伦和柯文哲两个人都穿白色的衬衫跟蓝色的领带象征蓝白合吗？两个人握手，并且说谈判的气氛非常好，协商的气氛非常好。柯文哲这一边是说部分的争议还没有解决所谓共推总统这个部分没有进展，我不能帮不在场的当事人决定因为侯友宜并没有在现场，那朱立伦也强调会尽速找侯友宜来会谈。柯妈妈刚好今天早上也参加了一项网络节目的访问，他说你硬要把侯友宜跟柯文哲放在同一张选票，这不合理。那民众又是怎么看的呢？刚刚好这么巧 ，ET Today 的新民调出炉了，我们看到呢，一般的这个民众怎么看？如果是柯侯配或是侯柯配不管谁当正谁当副，他们其实都会赢过赖萧配这一组我们看到，如果是侯当正的会赢赖清德、萧美琴 5.8%， 如果柯当正的会赢过赖萧 6.3%， 其实差不多都是赢只差了大概 0.5% 左右。可是如果蓝白合破局的话，谁是罪人？谁应该负责任呢？大部分的人回是柯文哲，33%的人认为是柯文哲你要负责，31%的人认为是朱立伦应该负责，16%的人认为是侯友宜要负责，也有13%的人认为金溥聪是罪人。可是呢，我们看到呢，包括会让两岸关系更紧张的候选人是哪一个呢？超过一半的人，54%的人认为赖清德可能如果他当选会让两岸更紧张，8.9%的人认为是侯友宜，柯文哲有8.4%的人认为是他所以看起来其实是一面倒。另外我们讲到蓝白合作或者是侯柯侯配，那韩国瑜这一局有没有戏唱看起来他还是有戏唱他还是在关键的一个位置我们把时间倒回10月9号那个时间点，柯文哲跟韩国瑜见了面，两个人到底谈什么呢？过了2-3个礼拜之后轮廓清晰，原来那一天柯跟他谈蓝白合，然后韩国瑜形容南部人是重视奇蒙子 kimoji 啦重视感觉的。柯文哲强调科学精神、数字管理跟民调分析，所以柯拿了一些民调给韩看那柯文哲还特别讲说我是科学家，我要看民调分析，还有相信数据。那韩国瑜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话都很符合我们的 style 我们两个很合啦柯对韩友善，他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呢？是不是其实他最想搭的人还是韩国瑜呢？巧芯刚刚在上一段节目也透露了，他说有韩国瑜在的场子的的确确很热，而且这个站台的惊人，效果非常的惊人那凝聚蓝营的这个向心力其实真的是不做第二人想。而上面蓝白的这个主人或是大人还在吵架你来我往的时候，我们看到基层的小鸡好像已经合了起来包括你看到新北市昨天柯文哲在新北有一个选择之友会这样的一个场合，蓝营的小鸡，这个人是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蒋新章，就跑去参加了。他事后跟媒体的解释是，我已经跟议长报备过了所以呢议长也跟中央报备过了，大家都知道我会去。另外在新北Z9 跟D9吴达伟跟叶元之看起来也有合作的默契了吴达伟甚至直接讲他这一次不选立委会全力支持叶元之。吴达伟就是民众党过去代表民众党参选，在那个地方参选2次都落选的一位这个想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而另外郭台铭是不是被边缘化了呢？郭台铭还想着郭柯配吗？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被查税的事件我们看到郭台铭大概有1个礼拜没有公开行程了。昨天他出现在板桥拜妈祖祈福，他说
11月2号前，他会把所有的联署书都送进中选会。可是郭董的联署啊，他的行动啊，经常看起来突兀，而且还有贿选的疑云，检调在全国都查到了疑似贿选的案件包括你看到桃园。桃园是青绿的桃园区联华寺的江董事长用一份300元的代价帮郭董联署结果相关的人等被声押禁见。在高雄，甚至是民进党的高市的党部的执委曾瑞涵他也用这个200到1000不等的钱收购联署书，现在是30万元交保所以绿营暗中帮助郭台铭吗？现在大家看起来也都在谈论郭台铭最后会不会真的参选呢？来，先请教这个我们的亮哥怎么看蓝白今天进入政党协商，你看不看好啊？不，这个是主席对主席第一次见面嘛。那我的感觉就是，就第一个就是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啦，然后这个立委如何，他说最大席次嘛，来合作嘛那这个总统产生方式大概这3个议题啦。那显然总统产生方式是没有答案的那不过就联合政府，就立委席次最大化，这2个部分双方都表达善意啦那因为柯文哲也讲了嘛，说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所以要讨论总统产生方式，侯友宜应该要在场。所以下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啦因为本来就要尊重侯友宜的想法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大概就是就联合政府跟这个立委席次最大化的合作表达善意不过我们都知道啦，坦白说啦，这个总统产生方式没有谈妥，那这2个议题都是虚的啦对，那何必呢？不是谈了半天，不是主席对主席还是有必要先讲一个大概的原则嘛不过这个当然也凸显出朱跟侯可能还没有谈好所以侯第一次就没有来嘛，对不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坦白讲难度很高啦，因为我现在看真的各有对各方有利的民调，说实在话所以你现在真的用全民调，真的要硬做差距也会非常小，因为假设是5家平均我认为差距也非常小那蔡英文跟赖清德那次2019年那次民调，2个人也差距很小可是因为是同一个党所以就好说你的赖清德输就是输了嘛那这个不一样就是如果真的是民调，那如果只差1%呢？所以有人会翻桌，就不知道嘛，我觉得双方确实那个始终支持者，因为拖太久，已经我以为今天每个人要送1双蓝白拖，说就是都拖到那个比较核心的支持者都已经火气上升了，你知道比如说我今天就跟陈学圣在发言了说不要被柯文哲打谈骗了坦白讲我觉得这种论调尽量不要有啦，因为我讲白了，你们2个不合就是都不会当选。我觉得这种事情，我就觉得民进党会比较就这个利益，完全就利益思考，那不会去想一些 kimoji 啦什么鬼的啦，你知道吧？比如说蔡跟赖，2019大家也不太好结果大家还是全力支持蔡，对不对？还是搭档了。那这一次，而且赖还搭档副总统，对啊，还是搭档。小英那边还勉强请陈建仁让位嘞，对不对？那结果还不照样选，而且还选到58%。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民进党可以做到因为民进党总是会把我们如果没有当选会有什么坏处，把它描绘的极其恐怖然后让大家相信那个更糟我觉得民众党跟国民党怎么会没有这种功夫呢？你们应该去想嘛，如果赖清德当选，你会怎样？我看国民党大概就完蛋了吧。那我讲白了，民众党只是回到他原来的目标而已他原来目标就是我不分区立委可以增加1点席次嘛，大概会增加到8，最多10嘛，大概是这样嘛。所以国民党的人真的要想清楚那这个当然柯文哲也要想清楚了，就说
你这次如果真的跟侯搭哈，那你可以得到部长，而且可以得到立法院副院长，这个穷你一党之力，恐怕再给你10年你也拿不到啊。那这个就是一种机会嘛。所以我觉得你如果都不用这里想，然后只在想我的支持者的 kimoji 啊，那就不用谈了啦。你以为独派对赖清德的发言会很满意吗？对不对？赖清德迁就现实讲了多少话？你就看他们从来就不会抱怨，他们就觉得政权拿到再说。他们有一个更崇高的理想，那个崇高就是说，他们可以随便讲那个崇高目标啦。有人就说啊，台湾不能被中国拿掉啊，或者不能让统派执政啊，反正有一大堆理由啦。有的是为了政权利益啊，很多啦。可是总之，他就是会先想，万一丢掉政权会多恐怖。最高目标就是设立出来。对，对不对？我认为民众党跟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如果你们不和，让赖清德当选，我跟你保证，赖清德一定连任的啦。因为我们历来就是这样嘛，我们的总统几乎都连任嘛。赖清德当8年之后，国民党变成什么？你要不要想一下？民众党变成什么？是，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想吧。或者搞不好当到第一任，两岸就冲突了啊，那台海就真的发生战争啊，大家什么都没有。那大家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恐怕要从这个大的角度思考，然后再来想一些具体的问题啦。不然情绪那么多啊，真的就很难谈啊。到底有多想赢哦？民进党很想赢，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看起来没有那么想赢，那个决心不够哎。来，彬哥，其实今天本来就预期不会有太明显的成果出现了。就是大概就是双方先见个面嘛，然后互相释出善意嘛，然后对外营造一个好像我们都是很愿意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嘛。然后你看他今天的4点声明，其实也都是以前讲过的东西啦。那实际上大家也都很清楚嘛，那4点声明，如果总统这个东西谈不成，那4点基本上是空的，你就是白搭。因为你如果总统大家不是一个人的话，请问一下，联合什么内阁？这怎么共同执政那些都是讲假话嘛？那甚至包括第4点那个看起来比较务实一点的，就是立委大家互相合作拉台。那如果你总统候选人不是同一个的话，你光是不是能互相站台都不知道。这个都是很难解决的事情。所以关键点还是在他们2个人到底能不能合作。那当然柯妈妈我是觉得她有点误解，她说硬要把侯友宜、柯文哲放在同一张选票不合理。我必须讲柯妈可能忘记了。就算他们2个各自独立参选，还是在同一张选票上。赖清德也在同一张选票上。郭台铭如果要，他也在那张选票上。郭台铭也在同一张选票上。所以郭妈可能有点搞错，大家都在，所以没有什么不合理，很合理的。那重点是在于，有媒体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民调，说如果蓝白不合，谁负最大责任？当然看起来第一是柯文哲，可是第二就是朱立伦，2个人其实在误差范围之内。就表示大家各打50大板嘛，认为国民党的责任跟民众党差不多嘛，所以如果蓝白不能合，老实讲2党都会受伤。讲实在话，就摆在眼前就是这样。那大家明明都很担心赖清德执政的话，可能两岸会战争，可能会越来越往独派这个方向偏移，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摆在眼前的就是，如果你们不合，就束手无策。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嘛。那当然，柯文哲去跟韩国瑜讲这个。他是科学家，他相信民调 ，OK， 我也相信民调，但是问题是你到底要相信哪一家民调？因为现在每一家民调都很乱。那当然，柯文哲也许比较倾向于相信自己党内的内参民调，那可是国民党可能相信他自己的民调。而且我认为，经过这几波造势之后，我认为这2个人搞不好现在差距根本在误差范围之内，有可能哦。是啊，对啊，我觉得是蛮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那到最后。一定要硬要用民调分胜负，要像上次江启臣对卢秀燕一样，2个差0.1%，可能会这样吗？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性好像也很低哦。那既然进入政党协商，实际上侯友宜当初说他那边协商结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说时间来不及，所以你们还要谈到最后再来用民调嘛？恐怕时间是非常赶。所以当然我个人是认为啦，我现在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我希望蓝白合。所以我尽量对双方都不要有太多的批评。那我现在认为，在这一段时间还不断的在批评说谁我就不投，谁一定要怎么样，我认为开始有点带风向的倾向。
那带这种风向，我不知道你是深绿假扮的，还是你真的心里头就这样想。可是你们不觉得这样子对整个选情是有害的吗？对整个蓝白合是有害的吗？还是如果你的想法就认为说蓝白就是不要合？我知道也有这种人啊。那蓝白就是不要合，能够选得赢吗？我觉得大家都用理性一点的态度去面对，可能会比较好。那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些小鸡已经动没掉，就赶快能够跟对方蹭一下就蹭一下，因为我知道蓝营很多小鸡都很急，因为现在有好几个选区，说真的，他跟绿营竞争对手就是在几%之内。那如果有民众党的加持，他们可能就会上；没有民众党可能就落选，就是刚好在那个微妙的边缘，所以对小鸡来说都非常非常急。那问题是上面的人看起来好像很不急，所以上面的越不急，下面的就越急。那个真的是让这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可是郭台铭这个事情很奇怪，郭台铭之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富士康被查税，他神隐6天，然后出来呢，对这些事情也没有多谈，然后对他之前这个所谓的疑似帮他买票啊或贿选这个案子，他也不太谈，还是在走拜庙路线。那当然，人家去问他说：“你到底还要不要选？”他又否认，他说：“没有啊，我们还是坚持要选的。”可是我就这样说吧，我不知道大家看法怎么样。这看起来实在不太像是一个坚持要选下来的一个行程跟动作。最近这一阵他应该要更积极才对，怎么会这样做？而且你看有绿营的出来帮他买票，然后他都不做任何澄清，这个真让我觉得非常奇怪。不过他的这个发言人有出来澄清啦，说这个一切都不是，这些人都跟他们无关，不是他们竞选总部的人个人行为。来请教奎博老师。好，这个蓝白拖到现在，确实很多的支持者蛮无奈，甚至蛮没有耐心的啊。不过我也必须要提醒，就是说最近最新的这个民调，虽然说看起来蓝白合都会超过绿大概5%左右，但是这个民调，第一个它是先发手机简讯，收到之后你愿意去做，你才点你的手机去做那个网络问卷。所以换句话说，我的解读是收到要去做问卷的人，通常比较有愿意表达政治倾向的那样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不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普通一般人，不是所有涵盖所有人的一个比较通俗的民调，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数字参考，但是可能实际并不会那么的乐观啊。我第一个是要这样讲，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对于韩国瑜韩市长有所期待啊，对于蓝白合的促成。不过看得出来，包括这几次他跟柯市长的见面，还有呢，包括这一次大家看到韩国瑜韩市长说了，这个南部人注重 kimoji， 然后跟着柯文哲说我是科学家，我是看数字。换句话说，韩国瑜提的是感性，但是柯文哲回他的是理性。两个人说实在你要我去解释他们这一次的对话，如果从媒体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想法，然后双方无法说服对方，有点像是求同尊异。他们就是那，但是总是有一个第三方，韩国瑜韩市长在中间做沟通，总是好事。但是我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顺利，所以蓝白合看起来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这个对蓝白是不利的。那最后当然我必须讲到说，像这个民调提到说哪一个总统会当选之后会对两岸最紧张，还是赖清德。今年5月美丽岛做的也是赖清德，而且赖清德是狂胜其他的蓝白的候选人，赖清德大概50%左右，其他人都在个位数。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个标签如果牢牢贴在脸上的话，这个蓝白应该要好好的利用，因为台湾不能够再陷入另外一个乌克兰或者是巴勒斯坦的境地。没有错。